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宋朝真的在养废人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宋朝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朝代。一方面，它的经济极其繁荣，文化登峰造极。陈寅恪先生都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另一方面，它在政治和军事上似乎总透着一股窝囊气。提到宋朝的积弊，历史教科书上通常会给出6个字：冗官、冗兵、冗费。所谓的冗，就是多余，就是各种重叠、拖沓和浪费。官员多得数不清，机构叠床架屋，军队多得吓死人，打仗却总是输。财政收入明明是历代最高，国库却总是喊穷。乍一看，这简直就是愚蠢透顶。一个正常的帝国，难道不应该精兵简政、富国强兵吗？为什么宋朝的统治者从赵匡胤开始，似乎就在刻意地构建这样一个庞大而臃肿的系统？今天，我想带大家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的核心观点是，宋朝的三冗在设计之初，并不是因为愚蠢，而是一种极其昂贵的政治保险费。所谓的冗，是赵宋皇室为了终结5代十国的乱世，为了确保兵变不再发生，而主动选择支付的代价。我们要讲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回到原点。宋朝建立前的那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晚唐和5代十国，那是一个武夫当国的时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那个时代，拥有军队就拥有一切。节度使可以在地方上节流税收，任命官员，甚至世袭罔替。中央政府在地方军阀面前常常是跪着要饭的。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虽然他自己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上的台，但他极其恐惧别人也学他的样。他面临着一个死循环，要统一天下，必须有强大的军队，但军队一旦强大，将领就会造反。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以及宰相赵普，他们是当时最顶级的政治工程师。他们设计了一套前无古人的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逻辑只有一条：不惜一切代价削弱武权，防范篡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把权力切碎再切碎。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冗官。很多人以为冗官只是单纯的官员人数多，其实人数多只是表象，本质是职能分化。在汉唐，一个宰相可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在宋朝，相权被拆得七零八落。中书门下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者互不同属，直接对皇帝负责。这还不够，在地方上，宋朝创造性地发明了差遣制度，这是宋朝官制最绕也最核心的地方。在宋朝，一个官员的头衔分3种：官、职、差遣。官决定你的工资级别和朝廷地位，比如尚书、侍郎，但这只是个虚衔，不代表你真的要去管尚书省的事。职代表你的学术荣誉和文学地位，比如大学士、直学士，这也是虚的。只有差遣才是你实际要去干的工作，比如知某州郡州事，意思是朝廷派你去暂时管理这个州的事务。注意，是暂时管理。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什么？是防止官员把地盘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以前的刺史、节度使在地方上一干就是几十年，成了土皇帝。宋朝的知州、知县3年一换，甚至屁股还没坐热就调走了。而且朝廷还给每个知州配了一个通判，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名为副手，实为监工。知州发布任何政令，如果文书上没有通判的联合签名，就是无效的。大家想一想，这一套制度运行下来，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效率极低。一件事情，知州想干，通判不同意，干不成，两人都同意了，报到路一级，路一级有好几个衙门，转运使馆钱，提点刑狱管法，安抚使馆兵，大家互相牵制。好不容易报到中央，中书、枢密院、三司又要打架。为了维持这种互相牵制的局面，宋朝必须设置大量的机构，凡事不仅要有人做，还要有人盯着做，
还要有人盯着那个盯着的人。于是官员数量几何急速增长。宋真宗时期官员总数大约1万多，到了宋仁宗时期已经膨胀到2万多，到了徽宗时期更是多如牛毛。除了机构设置的重叠，宋朝的科举扩招也是造成冗官的重要原因。唐朝考进士一年录几十个，那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宋朝呢，一榜就能录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为什么录这么多人？赵家皇帝想得很清楚，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把这些聪明人、读书人都招进体制内，发给高薪，给他们尊严，他们就不会去想造反的事。与其让这些精英流落民间，成为不稳定的火种，不如花钱把他们养起来。所以宋朝的冗官本质上是皇权为了安全感向士大夫阶层支付的赎买金，以及为了权力制衡而支付的管理成本。皇帝宁愿办事效率低一点，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大臣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利。这就是冗官的逻辑，用效率换安全。接下来我们谈谈最让人痛心的冗兵。宋朝的军队数量是历代罕见的。宋太祖开国时禁军大约20万，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军队总数飙升到了125万。养这么多人，战斗力如何呢？众所周知，宋朝对外战争胜少负多，这就很奇怪了。125万人，就算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敌人淹死，为什么还是打不过辽国和西夏？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误区，我们总是认为军队的唯一功能就是对外作战，但在宋朝统治者的算盘里，军队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对内维稳，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福利救济。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当兵是拿工资的职业，而且一旦入伍，往往终身士兵，甚至拖家带口都在军营里。这和汉唐的府兵制或者征兵制完全不同。宋朝有一个著名的国策，每逢灾年，政府就在灾区大规模招兵，老百姓遭了灾，没饭吃，流离失所，眼看就要变成流民，流民聚在一起就要变成流寇，流寇就要造反。这时候朝廷哪怕是把门槛降到最低，也要把这些青壮年招进军队里，给口饭吃。赵匡胤曾经得意地说过一句话，我把天下的强悍之徒都收进军营，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谁还能造反？你看，这就是宋朝军队的一大特色，它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它吸收了社会上最不稳定的因素，把潜在的暴民变成了吃皇粮的士兵。但是这个逻辑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那就是兵骄逐惰。既然招兵是为了维稳，那么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战斗技能的要求自然就降低了。大量的市井无赖、流民难民涌入军队，这些人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根本没有保家卫国的信念。而且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宋朝实行更戍法，禁军驻扎在京城，定期轮换到边境戍守，将领也定期轮换，结果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军不认识士兵，士兵不认识将军。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让将军带不走军队，没法造反，但打起仗来，这就是灾难，指挥系统失灵，默契度为零。所以宋朝的冗兵其实是两笔账算在了一起，一笔是国防开支，一笔是社会维稳开支。宋朝的皇帝很清楚这些兵不能打仗，但他们不敢裁。一旦裁军，这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没有生计的壮汉流落社会，马上就是一场皇朝起义。欧阳修曾痛心疾首地说，天下之兵，食天下一半之富。宋朝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填进了这个无底洞。但是站在赵宋皇室的角度看，花钱养着100万个废物士兵，总比面对100万个造反的饥民要划算。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冗费。有了冗官和冗兵，冗费就是必然的结果。宋朝的官员待遇是历史上最好的之一，除了正俸，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茶酒钱、除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一个宰相的收入足够养活几千户普通人家，军队的开销更是天文数字。宋朝的士兵不仅发军饷，还管穿衣、管家属，遇到灾年或者庆典还要发赏赐。
这笔钱是刚性支出，只能增不能减。再加上宋朝还要给辽国和西夏送岁币，虽然岁币的数量对于宋朝庞大的财政来说只是9牛1毛，大概只占财政收入的1%，但这也是一笔固定的现金流出。那么宋朝为什么没有因为冗费而迅速破产呢？这就得益于宋朝逆天的赚钱能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义商，反而大力鼓励商业的朝代。农业税在宋朝财政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商税和专卖收入成为了大头。因为制度设计的需要，宋朝必须有钱。为了有钱，它必须允许民间经济的高度自由和繁荣，这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闭环。为了防止造反，建立庞大的官僚和军队系统，三冗需要巨额财政支持，鼓励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财政收入增加，继续维持庞大的系统。所以宋朝的冗费某种意义上是他那套独特的高成本政治体制的运行燃料。但是这套系统真的可持续吗？这就是冗是代价，不是愚蠢这句话的另一面。代价是可以支付的，但代价是有上限的。宋仁宗时期，名臣们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的临近。范仲淹发起了庆历新政，王安石发起了熙宁变法，他们的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解决三冗问题。范仲淹想裁汰冗官，结果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为什么？因为你裁掉的每一个冗官都是某种势力关系的体现，或者是为了制衡某种权力而设置的棋子。你动了官员的饭碗，就是动了赵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基。范仲淹失败了。王安石更猛，他不仅想裁官，还想裁兵，想通过保甲法把职业兵变回民兵，想通过将兵法提高军队战斗力。王安石的逻辑是理财，想把蛋糕做大，想提高效率。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为什么？因为宋朝这套系统的惯性太大了。这套系统是建立在防范二字之上的，而改革是需要信任和集权的。当王安石试图集中权力来推行改革时，他立刻触动了宋朝政治最敏感的神经。皇帝和士大夫们害怕出现一个新的权臣，就像害怕出现一个新的军阀一样。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并不是因为司马光坏，而是司马光认为，为了省钱，为了效率而破坏祖宗留下的制衡与宽仁是得不偿失的。在保守派看来，花钱买平安是天经地义的，为了省钱而折腾，万一折腾出乱子，谁负责？所以宋朝的悲剧在于，他看清了病症，但无法下药，因为这个病灶恰恰是他赖以生存的器官。三冗就像是宋朝穿在身上的一件厚重的铠甲，这件铠甲是为了防止内部的匕首刺伤自己而设计的。它确实有效地保护了赵家皇帝没有死于权臣和军阀之手。宋朝是唯一没有亡于内乱、权臣篡位或太监专权的大一统朝代。它的灭亡是纯粹的外部征服，但也让这个巨人变得行动迟缓、气喘吁吁。当我们站在后世的上帝视角嘲笑宋朝积贫积弱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是在做一道极其艰难的选择题。选项 A 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外敌辽、金、蒙，还要时刻提防内部的藩镇割据、五人篡位，像唐朝末年那样打成一锅粥，百姓十室九空。选项 B 通过花钱，通过分权，把内部烫平，把所有的矛盾都转化为财政问题，用钱来解决。哪怕养出一堆懒官、废兵，只要国家不乱，文明就能延续。宋朝选择了 B， 这个选择让中国历史走出了五代十国的死循环，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高峰。苏东坡的诗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沈括的《梦溪笔谈》，这些璀璨的文明成果都是建立在这个看似臃肿实则稳定的政治底座之上的。宋朝的百姓虽然负担沉重，但相比于晚唐五代的朝不保夕，他们至少拥有了相对的安定。宋朝的文官虽然人浮于事，但他们拥有了历代未有的尊严和话语权。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宋朝真的在养废人吗？是的，从效率的角度看，养了很多废人，但从政治逻辑的角度看，这些人不是废人，他们是维稳机器上的螺丝钉。
戎是宋朝为了走出皇权更迭的血腥怪圈，为了实现文治而支付的高昂入场券。这是一种极度的理性，甚至是一种冷酷的理性。他看透了人性的贪婪和权力的危险，于是决定用金钱和繁琐的制度去填满这些沟壑。当然，这种代价最终还是太过沉重。当外部的压力、蒙古铁骑超过了这套臃肿系统的承受极限时，崩溃就不可避免了。宋朝的灭亡证明了钱终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当面对绝对的野蛮力量时。但在那之前，这套被诟病为三戎的制度，毕竟支撑了这个庞大帝国320年的繁华。在那个丛林法则盛行的中古时代，宋朝试图用一种更文明、更温和，虽然也更昂贵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本身或许就不应该被简单的定义为愚蠢。历史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权衡取舍后的代价。宋朝背负着三戎的包袱，负重前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关于制度设计与运行成本的深刻样本。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